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萧炎在离开加玛帝国前往迦南学院，需要经过黑角域。黑角域可以说是整个大陆上最混乱的区域。不过这里虽然危险又混乱，但好东西确实多得让无数强者眼馋。萧炎在进入黑角域之后，就因为自己是新来的人被人抢劫，他也深刻的意识到，在黑角域不能有任何的心慈手软，只有心狠手辣的人才能在这里生存下去。解决完抢劫的人之后，没有地图的萧炎碰上了想要找护卫的商人多玛。多玛见萧炎的实力不错，想要聘请他当商队的护卫，而作为报酬，他会带着萧炎走出容易出现黑风暴的黑域大平原。只有跨过黑域大平原，才能进入黑角域的内部。当萧炎听到商队的目的地黑印城即将举行拍卖会之后，便不再迟疑，化名耀炎加入商队。在路上与多玛的交流中，萧炎得知拍卖会是由黑角域的老牌实力八扇门主持。也是这次的谈话中，萧炎第一次听到了寒风这个名字。在经历黑风暴和碰见魂殿抓捕灵魂体之后，萧炎终于到了黑印城。进入黑印城的萧炎立刻意识到自己到底有多穷。黑印城中的千药坊药材非常多，他答应给海波东炼制的父子灵丹所需要的药材这里也全都有，但以他的身家，就连一株木林三针花都买不起。在药老的建议下，萧炎只好将自己所有的钱用来买药材，炼制三文清灵丹拍卖赚钱。药老还告诉萧炎，想要吞噬陨落心炎所做的准备需要比上次更加周全，毕竟陨落心炎比青莲地心火的排名要高上不少。萧炎需要准备6品丹药，地灵丹的4种材料分别是地心火汁、龙须冰火果、青木仙藤以及6阶水属性的魔核1枚。买完三文清灵丹药材的萧炎身上只剩下多玛给他的报酬，他用这个钱开了间房来炼制丹药。萧炎总共买了4副药材，炼制出了2枚2文清灵丹和1枚3文清灵丹。在炼制结束后，萧炎的药鼎也成功报废。随后萧炎套上斗篷，前往黑鹰拍卖场的鉴宝室。3枚丹药的价值让萧炎坐上了黑鹰拍卖场的2级贵宾席位。拍卖会的前期并没有出现什么稀奇的物件，直到开始拍卖萧炎的2文清灵丹。清灵丹可以让在斗士巅峰徘徊的人一举突破，甚至运气好还可以让服用丹药的人实力上涨。2枚2文清灵丹被黑角域的雪宗少主范林以120万拍走。范林的父亲雪宗宗主的实力在黑角域的黑榜上排名第5。从他在拍卖场遇到萧炎之后，便对萧炎格外的敏感，又带着一丝说不出来的忌惮。在拍卖场拍卖一片连他们也不知道有何作用的藏宝图破布时，萧炎看出了那片残破的布片就是金莲妖火所在的地图。他的纳戒中已经有2份这种类似的残破地图了。对这张图，萧炎势在必得，但为了不让别人看出他对这块破布的看重，萧炎一直等到拍卖师即将宣布拍卖告吹时才开始报价。萧炎的报价引来了范林的追加，范林的行为让萧炎很恼怒。金莲妖火他是不可能放弃的，但毕竟他只身一人又身处黑角域，为了不让其他人看出那块破布的重要性，萧炎只能暂时放弃。范林的随手一拍得到了所谓的藏宝图，同时也领到了一张萧炎和药老暗地下给他的死亡通行证。随后萧炎的3文清灵丹被天蛇府的青长老用150万的天价拍走。没多久，萧炎便碰上了拍卖场拍卖地心火汁，就连药老都很佩服萧炎的运气。地心火汁可以说是十分罕见的，没想到才告诉萧炎要准备就遇上了。地心火汁被萧炎以120万的价格拍了下来。在拍卖会进入尾声的时候，一卷地阶低级的身法斗技3000雷动引得在场所有人疯狂。这种级别的斗技，就算是大陆上一些一流的势力也会悉心保管。当然，能流传在黑角域的东西大多是一些不正当手段得来的，自己不敢用，拿来拍卖赚钱是最好的途径。3000雷动是风雷阁最高级的身法斗技，也是被他们当作命根子的东西。这种好东西，萧炎当然抢不到，也不会去抢。最终3000雷动被黑枯木势力的人用1020万的天价拍了下来。拍卖会最后的压轴是1枚7品丹药阴阳玄龙丹。想要炼制阴阳玄龙丹，首先就需要2头死亡时间不超过7天的6阶龙类魔兽的魔核。阴阳玄龙丹的作用并不是提升实力，而是让你在重伤或者命垂一线的时候赋予破而后立的机会。曾经还是5星斗宗的古灵就是在重伤的情况下吃下了这枚丹药。7年的时间，这位5星斗宗就一跃成为了大陆闻名的封尊者。不过药老告诉萧炎，破而后立的机会只有1次，并且在启动后如果熬不过去就再也立不起来了。从药老的话中，萧炎再次对他的曾经好奇了起来。不过药老很清楚地告诉萧炎，现在的他还是太弱了，知道的多了并不好，等到日后自己自然会告诉他。阴阳玄龙丹的主人对于拍下这枚丹药的人只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无条件的答应为他做2件事。最终这枚7品丹药被天蛇府的人给拍了下来。萧炎在拍卖场卖的和买的加上手续费，最后只剩下93万，而这些钱在买下父子灵丹的材料后只剩下20几万。穷哈哈的萧炎在甩掉跟踪他的人之后，便去打听范林的下落。金莲妖火他们势在必得，范林等人在另一天中午才离开黑印城，尾随他们的萧
萧炎发现他们在城外，便调转方向，朝着黑印城西面而去。萧炎一直尾随在他们身后。随后药老提醒萧炎，前方隐藏着一个气息和范林很相似的斗皇强者。萧炎和药老猜测，范林他们埋伏在这里是为了黑吃黑，想要抢拍卖的物品。这种情况在黑角域是屡见不鲜的。有这么多埋伏的人，萧炎只能将气息压到最低点，在药老的帮助下，悄悄地将身体缩在一处视野还不错的高地丛林中。萧炎待的地方正好可以看到下方范林他们埋伏的奥地。出现在这条小道的是天蛇府的人。天蛇府的青长老在进入森林之前，用能量画出一条小蛇探查，能量小蛇被击杀，雪宗的人也不再隐藏。看到雪宗宗主范劳，青长老很清楚他们并不是他的对手，随即下令让所有人各自撤退，只要能有一人逃脱，这个仇天蛇府一定会报。但范劳是有备而来，天蛇府的人马上就被近百名雪宗战士围了起来。论单体实力，天蛇府的强者更胜一筹，但雪宗的战士一批接着一批从森林中出现，再加上青长老只有斗王的实力，比范劳差上很多。最后阴阳玄龙丹还是被范劳抢了过去。抢到阴阳玄龙丹的范劳将丹药抛给下方的范林，让雪宗学位附送范林回墓之城，而这里就由他来阻挡。范林接到丹药后立刻就掉头朝着南方跑，而被抢丹药的青长老愤怒到极点，他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，顿时身上的斗气比先前雄厚了2-3倍。面对青长老的临死反击，范劳直接就撞了上去。这边两人正在战斗着，萧炎则在范林撤退之后跟了上去。萧炎跟在范林身后很着急，再这样拖下去，范劳很可能就要追上来了。就在萧炎忍不住想要动手的时候，范林的队伍突然停了下来。范林身边的雪卫发现前方黑枯木抄小路赶回城的队伍，范林对他们拍到手的3000雷动也很感兴趣，加上对方只有10人，其中最强的也就2名斗灵强者和大斗师，剩下的全都是斗师级别的，所以范林毫不犹豫的就下令将他们全部灭掉，抢夺3000雷动。躲在后面的萧炎对范林的行为可以说是十分满意的，等到他们两败俱伤，就该轮到自己出场了。黑枯木的人虽然少，实力也不能和范林带的人相比，但在全部被灭之前，还是将范林身边2位斗灵级别的长老打到重伤。范林成功抢到3000雷动，正得意的时候，手中的银色卷轴就被突然出现的萧炎吸了过去。范林认出了萧炎，他让萧炎将卷轴交出来，自己会留他全尸。萧炎丝毫不惧范林，这让范林这个少主怒火中烧。10几名朝着萧炎攻击的血卫被萧炎手中的重尺打飞。萧炎4星大斗师的实力让范林很看不上，他吩咐还有战斗力的罗长老在一旁阻止萧炎逃跑，自己正面对上萧炎。但范林斗灵的实力对上萧炎却并没有讨到好，雪宗的功法霸道诡异，修炼起来进展也快，但却过于依赖外力，而且在与人对战时总会有点虚。原本范林认为对上大斗师的萧炎，他的实力足够，面对范林的化骨雪煞掌，萧炎直接使出了新学会的天火三玄变第一重青莲变。范林在天火三玄变的攻击下十分狼狈，雪宗的功法专走阴寒之道，天生与火属性是相生相克，普通的火还好，但如果遇到的是异火便会受到绝对的压制，所以雪宗的第一条门规便是遇到持有异火的强者速退，遇上拥有异火的强者，雪宗的人连自身实力的10之5、6都发挥不出来。这一次范林等人可以说是倒了大霉，遇上拥有异火的萧炎，范林在罗长老的掩护下先跑，但却被七彩吞天蟒直接穿透胸口而死，而雪宗的2位长老也都死在了萧炎的异火之下。范林临死前看到的最后一幕，便是穿着一身黑袍，身上散发着青色火焰的萧炎朝自己走来。萧炎在范林的纳戒中将阴阳玄龙丹和残破地图找到之后就火速离开，而在他消失10分钟之后，范劳就追了过来。范劳看到死亡的范林十分悲痛，悲痛过后，他将双手罩在范林的脑袋上，提取出了一滴血液，这滴血液化为一道血幕，将范林死前看到萧炎走过来的那一幕浮现。血幕太薄，范劳并没有看清人影的长相，但这并不影响范劳对血幕中身影的仇恨。萧炎在经过整整1天1夜的逃命，来到一处山崖的巨石上，在药老的催促下，萧炎将阴阳玄龙丹吞下，毕竟7品丹药留在身上很不安全，但在吞服过后，萧炎却怀疑这是不是假货，他吃下之后没有任何反应。药老告诉萧炎，阴阳玄龙丹最大的作用就是破而后立。看着萧炎十分郁闷的脸色，药老才告诉萧炎，炼制阴阳玄龙丹是用的龙类魔兽魔核，具备一些稀薄的龙气，运气好的话，服下丹药的人有小概率可以将龙气嫁接到自己的身上。如果萧炎具备龙气，再得到一卷声波攻击类型的斗技，那么日后对上敌人，突然吼一嗓子让对方灵魂失神，而且蕴含龙气的声波对灵魂体也是有着极大的杀伤力，到时候与灵魂体对战之时，说不定能有奇效。萧炎按照药老说的方法尝试自己有没有继承龙气，事实证明萧炎的运气很不错。不过萧炎虽然成功继承龙气了，但没有配合的声波斗技，直接使用对他的喉咙损伤十分大，所以萧炎日后寻宝时还需要特别注意声波攻击的斗技。药老对阴阳玄龙丹的熟悉让萧炎十分好奇，面对萧炎的询问，
论，药老沉默了很久才告诉萧炎，这个药方是他创造的，这个世上能炼制出阴阳玄龙丹的除了他，便只有他曾经的学生，这个学生是曾经药老从废墟中抱出来的婴儿，药老在他身上耗费了无数的心血，但最后他却背叛了药老，导致药老现在变成了这副模样。对于这种忘恩负义、伤害自己老师的人，萧炎恨不能亲手杀了他，但药老告诫萧炎，现在的他远不是那个人的对手。萧炎也告诉药老，自己一定会超越那个人，然后帮药老清理门户。而想要尽快提升实力，萧炎就需要赶往迦南学院，寻找陨落心炎的下落。经过3天不停的赶路，萧炎终于赶到了代表着迦南学院路口的和平镇。和平镇十分宁静，这里有迦南学院的执法队，进出和平镇的人都需要报备，并且服下迦南学院炼制的毒药。服下毒药后，只要你动杀心，便会发出红光，引来执法队。而在这里动杀心的人都不会有任何好下场。萧炎自报姓名，表明自己是迦南学院的学生，不用服毒药。执法队的获得导师在确认完身份之后，便安排飞行魔兽将萧炎载去迦南学院。仅仅只是确认身份的时间，萧炎就被众人议论纷纷。之所以讨论萧炎，不仅是因为他请了2年假，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是薰儿口中的萧炎哥哥。就连获得导师都提醒萧炎，在迦南学院中他的情敌很多。在第2天天蒙蒙亮的时候，萧炎终于赶到了迦南城，而迦南学院中的内院选拔赛也已经开始了。洛林导师在薰儿的软磨硬泡之下，把萧炎的名字也报了上去。而萧炎究竟能不能及时赶到，给薰儿一个惊喜呢？黑角域篇幅到这里都就讲完了，后面的剧情就是迦南学院篇。迦南学院还有很多惊喜等着萧炎，豆豆后面应该会剧情解说为主，盘点为辅来更新。有想看的盘点可以留言告诉豆豆。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